两个人的小森林第28集即将发生的精彩故事。李甜甜得知静熙居然亲自给自己家修补瓦片，心里很感动。她回想起刚才看烟花的瞬间，不由露出会心一笑。静熙此时正忙着打电话处理公司的事情，而她身旁挂着一条染血的纱布。第二天，静熙来到李甜甜家，李甜甜的态度便好上许多。不仅给静熙洗了葡萄，还在奶奶的示意下给静熙递了碗汤。静熙十分开心，看着李甜甜的目光中满是爱意。虞美人和庄宇已经在王老大指定的地点等了2个半小时，可王老大还是不见踪影。虞美人不禁焦躁起来。庄宇看她热得难受，赶紧为她扇风。可虞美人却话里有话的说自己老是被人放鸽子，还不小心打到庄宇的胡子。庄宇装作假胡子要掉的样子，拿衣服捂着。这倒把虞美人给吓了一跳，还好后面一看，胡子还好好的粘着。庄宇把衣服铺在拖车上，扶着虞美人坐下休息一会儿。这时，王老大如庄宇所料，打来电话约他们往下一个地点见面。虞美人和庄宇等到天色将晚，等人的地方不仅破败，还有些阴森，风吹动叶子发出的声音，着实有点让虞美人感觉害怕。庄宇赶紧把虞美人揽在怀里，哄着她把压缩饼干吃下。他看到有一道光反射进来，知道是有人在监视他们，于是借着搂虞美人的姿势，悄悄地告诉虞美人。很快，王老大带着人出现，这伙人个个手拿凶器，凶神恶煞的，看着虞美人心里发虚。王老大非常谨慎，他只要一个人跟他去拿货。于是庄宇立刻担起这个责任，主动前往。王老大为了安全，先给庄宇搜了身，果然发现他随身带的工具刀，于是将刀子给了虞美人。虞美人担心庄宇的安全，不愿庄宇冒险，但庄宇心意已决，定要为虞美人达成心愿。临别之前，坦言自己还欠虞美人一句我喜欢你，与虞美人约定等他回来。虞美人还想再争取一下，跟庄宇一起去，但庄宇是绝对不会让他冒这个险的，于是安抚了虞美人后，只身前往。王老大对庄宇并不放心，一路上严防死守，就怕庄宇看出他的行车轨迹，为此他还特意拉上帘子。庄宇作为植物学家，早有准备，借着开空调的机会，悄悄把粪臭素弄在上面，弄得整辆车的气味都难闻得很。于是王老大只得开窗换气。庄宇表面装睡，实则已经悄悄记下行车路线。到了王老大的地盘后，庄宇借着方便的机会，想要跟虞美人联系，可山区里没有信号，庄宇的心不禁沉了沉。还好，他之前已经制定了第2套方案，就是借送钱的机会联系虞美人。王老大看到庄宇箱子里的钱有问题后，很是生气，但庄宇说的有理，出来做生意，谁都会留一手，便决定不暴露这个据点，由他们的人去找虞美人取钱。虞美人此时已经急到不行，她终于接到庄宇的电话，知道会有人监听，赶紧演了一番，又是责备庄宇去了这么久，又是撒娇让庄宇回来给他过生日。庄宇借机传递消息，王老大自然也防着庄宇，于是嘱咐去取钱的人，如果情况有变，就把人带去梅峰山，那里会有一个人提着鸡笼子在那等着。而他这边只要收到梅峰山的消息，便会做出反应。警察按照计划制服前去取钱的马仔，逼问其老巢所在地。马仔说出梅峰山，虞美人不放心庄宇，也不放心那些快死的鸟，便提着医疗箱跟上车子。此时的王老大见时间过了这么久，梅峰山都没有消息传来，还以为庄宇没有问题，但他对马仔的办事效率不太满意。庄宇话里有话的安抚王老大，该来的总会来。很快，敲门声响起，王老大刚打开门，便被一伙持枪的警察控制住，盗猎团伙被一网打尽。